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要来看一下，当下在感情里你心里有的这个他，会不会来主动的找你？他会联系你吗？以及如果会的话，那么这个时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间跨度？是短时间就会来找你呢？还是说需要你等待它比较久？那在今天的占卜当中呢，也会去跟大家比较具体的分析来看一下当下你心中的他对你们的感情，对你们的这段关系，他的一个心态是如何的。那么对于你而言，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和建议你该如何的把握当下的关系，或者是当下的局面，可以让你呢可以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同时呢也让你自己更加的接近开心和快乐的生活。所以呢，今天的这副牌就是有提前跟大家准备3副不同的塔罗牌，每一副牌呢都是一副塔罗牌，但是呢我们会用不同的塔罗牌来连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所以呢，我们今天占卜提前的收集了你们的能量和讯息，并且呢把它们分别分在了你面前的这3组不同的牌卡里面。我们从左往右呢，依次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第3组。那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选择了一颗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天青石。因为我们今天呢3副牌都是塔罗牌，所以我就跟大家具体来讲宝石那第2副牌的朋友，这边也是塔罗牌，然后呢你面前的这个宝石是天使光碧玺。天使光碧玺。然后呢，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面前的这颗能量宝石呢是白水晶是白水晶。OK， 因为我们这里的塔罗牌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结构以及固定的一个组成，所以我不会具体去讲，就是每一副牌它都是塔罗牌里面呢在塔罗牌的框架里面，它的意义和牌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请大家用你的直觉去连接这个能量去看一下，在你的能量当中，在你当下与它的感情和连接里面，你觉得哪一颗宝石，哪一个牌组在能量上跟自己是最有对应和连接的。那么等一会儿呢，到了具体解牌的地方在开头我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验证的环节，所以呢，请你们就是放轻松，去选择出你当下感应最有连结的牌组，然后呢，到了验证的部分呢，大家再可以来做一个确认。好，那为了方便你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他会来找我吗？他会联系我吗？如果会的话，大概是什么时间呢？我要期盼或者是等他多久呢？在当下的这段关系里，宇宙你有怎样的指引跟提示可以给到我，让我呢就是让自己在这段关系里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同时呢也让我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快乐。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
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个能量宝石啊，在能量上与自己与当下的这个问题呢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如果说在这个能量当中，你觉得其实有2副组牌，或者是2颗水晶宝石都与自己非常的有连结和对应的话，那么你是可以点开2组都听的。尤其是当下如果你心中有2个不同的对象啊，请大家分别冥想，分别连接他们的能量哦。好了，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会来找你吗？是否还会再联系呢？宇宙给你的指引跟建议是什么？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天青石。好，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占卜问题啊。我们要看的是他会不会找你，会不会联系你啊？那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抽牌环节，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我为你们提前准备的指引牌。首先呢是天使牌，这个是 It's up to you， 取决于你。然后呢我们抽到了 Sea Witch， 海里的一个女巫。然后呢我们这里有2张塔罗牌，分别是5号牌大主教以及圣杯4。OK，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我们这里抽到的指引牌里我可以为大家读取怎样的能量跟信息。同时呢这边也有一些讯息呢，大家可以把它当做验证来听啊。如果这个能量是符合的话，我们等一会儿会进一步的来抽牌和解析。好，首先呢在这样子当下的能量里面我们看到了，我觉得呢当下在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就是当前所处的这段关系其实呢它带有一定的我们所谓的传统性。这个传统性来自于哪里呢？首先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跟你就是属于物质条件层面来看的话很匹配物质条件层面来看的话可能是比较匹配的。有可能这里的关系是别人介绍的，尤其是父母亲好朋友或者是相亲环节所结识的一个人，这个是我听到的第一个信息。那么你们再去结识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们自己的心里就是对于当下的感情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这段感情呢希望能够往结婚家庭的方向去走。而且这段感情没有所谓的非常就是很怪异的，或者是觉得那种禁忌之恋。其实这段感情从传统或者是社区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匹配的。你们的关系当中，其实2个人在发展的过程里面目标都比较的一致，看的都是最后的那个结果。2个人能不能够携手到老，2个人能不能够进入到稳定的婚姻里去，2个人能不能够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这个是我读取到的一些信息。那第2个信息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段感情，那从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角度去看的话，2个人是很匹配的。也许呢你们是比方讲经济条件很匹配，也许你们是家庭环境很匹配，或者是你们2个人的背景学识各方面都是非常匹配很好的。可是呢因为你们2个人可能结识的这个环境是属于有一点先看大家合不合适嘛，对吧？先看合不合适，而不是先看2个人有没有心动，这个是一个前提。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2个人的结识我从这个牌上看到的是你们的结识是先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是心动了或者是说2个人突然一见钟情了。相对应的，其实第1副牌的朋友，这段感情比较的就是温水的感觉，它是慢慢来慢慢走的。所以呢在这段关系里面不存在非常我们所的那种很刺激的那种感觉，那种爱那种情，但是呢也不存在非常严重的矛盾或者是误解。
这段关系呢走到现在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之所以想来看一看他会不会再来找你，会不会再来联系你啊，其实出于的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们对这个人就是心里不是特别的确信啊。我觉得我读到的是你们对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确信，你不知道这段关系继续往前走，就说你能否给出你的承诺，一生一世的。其实呢，在这段关系里，当下来看的话，总体来看啊，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是属于比较稳定往前的，但是呢，又没有那种可能让你一心就定下来，也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浪漫到天际的那种感觉。相反的啊，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这个能量，我觉得对方对你的喜欢，可能会比你对他的喜欢还要再多一点点。所以呢，你当下想看他会不会找你，你心里其实大概心里也有一个怎么讲呢？其实你心里大概知道这个结果，但是我觉得你更想问的可能是你是否应该再继续下去，因为你心里对这段关系是存在一些疑虑的啊。这个是我读取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给我的感觉。那么这段关系里啊，我们看到了 Sea Witch， 这是一个海里的女巫啊，这是一个海里的女巫。这个牌的能量给我的感受啊，其实是对方对你的感情，它比较的怎么讲呢？它是有一点隐晦的，因为当下的你们关系啊，其实呢是有一定的就是台阶感。这个台阶是对方其实应该已经基本上确定可以啊，就他觉得你不错，他觉得你可以往前，而且你们一开始对于彼此的条件，对于彼此在感情里所追求的东西，我觉得是有一定共识的。所以在对方的心中，其实你是比较符合他要求的一个人，否则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跟你继续下去，他也不会跟你花时间啊。其实你们的这个对象可能是比较保守一点的恋爱型啊，比较保守一点的个体。当下的他呢，我觉得如果速度慢下来啊，如果他追你的速度慢下来，或者是他靠近你的回应你的速度慢下来，基本上我看到的原因啊，是因为他在观察你。因为这个人啊，我觉得他的心态是比较偏那种很实际的那种类型。如果说这段感情你不想再继续的话，这个人他不一定会死缠烂打，或者是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那种去追求你。这个人呢，属于有一点老手或者是保守派啊。在这段感情里面，我觉得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基本上他做了他该做的，无论是约你，无论是回应你，无论是给你买点小礼物，还是说他去请你吃喝等等啊，就是我们所谓谈恋爱里面该他做的，对你的关心等等，他基本上是做到了的。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差的是什么？差的就是那一瞬间的火花，以及那一瞬间的心动，并且定下心来。所以当前的这个人呢，其实他有一点相当于是沉浸在了一个比较自己情绪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观察你们两个人这个关系未来的走向，在观察你接下来会给他的回应，然后他会相对应的采取不一样的行动。其实呢，在这个人的心里基本上是比较有他的方向感的，在这段关系里他是比较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比较滑头或者是比较鬼头的一些地方，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是那种会因为感情就是放弃自己的一切也不是说那种因为感情可以把自己都弄丢的那一种。其实他在这段关系里有自己要坚守的，有自己知道要得到的东西，也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你们面对的这个恋爱对象其实是属于比较成熟型的，而且比较的，我觉得是有一点保守派有一点保守派。所以我们看这里圣杯4的一个正位也不正位，就是我们这副牌我不抽逆位的。在圣杯4这个地方，其实我看到的是你给他的回应，也许你觉得你假装的很好，假装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爱他，你还没有那么的心动，但是呢，当他向你表示给你买礼物，或者是向你示好的时候，你有基本上回应他，你没有真正的拒绝，但是呢，你心里又明白你没有那么的喜欢他，或者是你心里又明白你当下没有像之前那段感情，没有像之前爱那个他那个样子就是心动无比，或者是让自己难以忘怀。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这边的能量大概有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
对他没有那么的心动，没有真正的爱上，但是你觉得这个人不错，所以你是一边走一边看的类型。第二个族群呢，是你知道这个人其实非常的不错，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就是我们所谓的相伴彼此的那个人啊，伴侣级别的。但是呢，你因为心里还有之前的一个人对你的影响，你心里可能还有一个前任，或者是那个你得不到的人，你还是很迷恋他，所以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真正的空出来，去打开，接受这个人对你的，我觉得是很接地的爱。OK， 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啊，通过我们的指引牌，我所看到的一些能量信息，你们可以对应。所以说宇宙啊，天使给了你一张信息，他说的是 It's up to you， 就是取决于你啊。当下包括你现在想撤的这个他，心里也是这个想法啊。Sea Witch， 其实他有非常强的那种显化能力。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这个人很清楚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或者是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推进，或者是进一步你们下一个阶段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当下比较多的是以静制动啊，就是他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跟你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看看你有什么样子的行动，你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你对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情分。他当下其实非常的敏感，也许当下有一些朋友跟这个人啊，就是也许是朋友圈看看对方的动态，或者是查查对方现在社交媒体有发什么样子新的讯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变化。那对方呢，当下其实也是非常关注你的，无论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短信、见面、电话是什么样子的频率啊，其实这个人呢，对你是一直有留心，一直有留意的，甚至这个人还有可能会打听你之前感情的历史，就是他会问，他会有一点好奇，他很想知道怎么回事。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如果是有前任的能量的话，如果有的话，其实这个人当下应该有可能已经知道了，他只是不说而已。他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对于这段关系你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你究竟想怎么样去接下来怎么做。这个是我读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跟信息。好，我们现在呢来抽牌啊，我们来看一下，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系你吗？如果会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呢？还有一部分朋友，这个人我刚才听到就是指导灵跟我说的是，你们也有可能是工作关系啊，你们也有可能是工作里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系你吗？我们的第一张牌是 Temperance 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圣杯8。好，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系你吗？如果会的话，是什么时候？请宇宙给我们指引，请宇宙给我们信息哈。金币10的逆位，这个是 Kn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金币骑士的一个逆位，哇，这个牌有点多了啊。好，我们再来抽一下 Page of Pentacles， 好，最后一张牌，这个人会找你吗？ Five of Pentacles 逆位的。好，我们的牌底是太阳牌的一个逆位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会找你吗？宇宙怎么说呢？他会联系你吗？有部分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疑惑啊，为什么这个人最近有点冷淡，是不是啊？这个人冷淡肯定是有原因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怎么回事。从当下的这个能量啊，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人呢，当下对你们的这段感情，他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啊。这个人对你们的感情，他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呢，他可能没有就是直白的跟你沟通，或者是跟你说。我看到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其实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连结状态里去。什么叫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连结状态啊？你们如果过去在一段时间，无论是沟通交流，还是约会，还是说就是了解彼此啊，其实你们了解的都是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你可能展露出来的是比较有外壳的自己的一面，也许是你的美好，也许是你的外形，也许是你的比方说能力，或者是你的沟通语言表达
各种我觉得你的那个魅力是非常高的，其实对方是觉得你很优秀的，所以他才会愿意就是花时间去了解你，他才愿意花时间约你，或者是花时间接近你，就是了解你这个人嘛。也许有些朋友每次跟他约会和见面的时候都打扮得很好，或者是穿得很帅，对方也是非常的感激，也是觉得你真的是不错，他也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你。可是呢，你们两个人没有真正的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和真正的连接。这个点在于什么啊？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真的会觉得你的前任你的前任要么是他的前任，过去有一段比较深的感情，我觉得对你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阻挠我觉得对你们还是有一定的阻挠，尤其是第一副牌朋友你自己尤其是你自己。所以呢，我看到这份感情其实这个未来的能量当中有一个圣杯8，就是有一个人，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想离开你想走，或者是他想走。这个走不是说真正的说 OK， 因为我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伤心难过，然后我要放弃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离开其实是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就是很想就是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因为你们看到了这段关系里的潜力，其实你们两个人在条件上是真的很匹配的，所以你们也知道其实这个人真的很合适你们很合适你，然后对方觉得你很合适他。但是呢，你们这里有一个 temperance 的逆位，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某些地方就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默契和就是能够契合的那个点，你们还在相互的去比方说磨合，你们还在相互的去了解，但是你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那种胆量去打破你们当下的这个状态。 OK， 有的时候两个人真正的那种连接，那种一下子真的认识这个人或者真正的爱上这个人，其实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这个勇气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把心给打开的。那第一副牌的朋友，这里的能量我看到其实你的心就是有上一个小锁。对，我觉得你心有上一个小锁，你没有把真正的自己就是给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暴露一点自己的不足暴露自己的不足，比方说自己的一些 vulnerability， 其实是能够非常就是抓住人心的，因为对方能看到你的诚意，对方也能够看到你的那种勇敢。我们去向别人展露自己的弱点的时候是非常需要勇气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觉得是很好去阐述我的观点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有养小宠物的话我自己是养狗的嘛，所以我是知道，就是狗狗你刚刚认识它的时候，它一定是不准你摸它，也不准你碰它，它就会很可爱的在你面前，然后你给它吃东西，它会很开心。但是一旦你就是跟狗狗真的很亲密了以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狗狗也会生气，也会发脾气，但是呢，它也会同时把自己的就是比较弱的地方，比方说它的小肚子对，它把它小肚子或者小爪子就是给你，因为那边都是它非常敏感很脆弱的地方，但是它就会愿意就是让你去摸摸它，让你去爱它。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会有那种被融化的感觉。那么同样的当一段感情里有一个人愿意去把自己的就是所谓的脆弱的地方跟对方去展露，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大的表达出了你对他的信任。OK， 如果这个人这个对方你们所面对这个人，他能够 get 到你的这种点的话，那么他也一定会拿真诚和你相对应，或者是拿他的一些东西跟你去连接和互动。这个时候你们就非常非常容易走入到一个比较深层次的连接。但是当下呢，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你们有一个人的心，至少有一个人的心其实没有真正的放开，没有真正的打开，就是真正的愿意去了解对方，也没有真正的愿意让自己被对方了解。这个是我读到的内容。所以我看到在未来其实这个人呢，他有一点你们所就是当下所相处的这个人他其实有一部分土元素的能量，而且土元素的能量还比较的重，尤其是金牛座。那么这个人呢，如果是土元素的话，他会稍微比较在乎就是得失和价值等等。那他有为你付出，可是你却没有提供相对等的诚意，或者是你没有拿出真正跟他就是
愿意往下走的这种能量的话，其实他会就是回过头来去计较一些东西。所以我看到是这个人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他觉得你们两个人当下有一部分的就是说想法不在同一个时间线上。这个人第一副牌的朋友，他有可能其实是急着结婚的，或者是说这个人当下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当下的他呢，其实要找的就是一个新娘或者是一个新郎，而你当下呢，心里可能跟他想法是一模一样，你也想结婚，你也想和一个稳定的人可以定下来。但是我的能量这边收取的这个信息就是你其实没有真正的 ready， 你没有真正的准备好，你没有真正的说 OK， 如果当下这个人向你求婚，你会愿意接受吗？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一下自己，你去想一想你愿不愿意接受。如果你当下是一个否定答案的话，那么你们两个人其实在时间的轴线上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我们看这里金币10的一个逆位金币10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第一个信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但是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第二个呢，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有一些比较Ten of Pentacles， 家人的能量家人的能量这边也有出现。Family， 你们两个人对于家的定义也有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可能有一个人对于家的定义是很传统的，结婚生孩子 OK， 但是有一个人对于家的定义可能是心灵上的一种强烈的契合。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能量层级上可能有一个人更加的接地我们这个接地就是 3D 世界里的，他会比较的看向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那另外一个人呢，在这段感情关系里看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偏精神和情绪上的那种高度的享受。那么这个人在未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在未来权杖 sorry 这个是金币骑士的逆位加上金币侍者的正位，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什么呢？这个人他未来对你的好会慢慢的变弱，这个人在未来的主动的次数以及短信电话见面的次数会开始慢慢的变少，因为这个人开始不自信了，他觉得你没有那么爱他，他觉得你没有真正的爱上他，他觉得你没有真正的喜欢上他，也许你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跟标准跟他想的不太一样，也许他不是那个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现在是这样子的一种判断方式。所以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有工作上的连接，或者是家庭朋友就是这个关系这个连接点的话，他会保持下去的，继续跟你做朋友，或者是继续跟你有工作上或者是OK， 其他生活上有交集的话，会继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在未来，从当下能量来看就是对你的这个感情，我觉得他会慢慢的往下，就是不要再那么的积极，不要再那么的主动，他在压抑自己这个是金币骑士的逆位，就他向你走来的那个步伐，比方说他是一个王子打个比方，无论是他是王子还是公主，他骑着白马向你走来，他慢慢走慢慢走，慢慢的向你靠近，但是他当下可能把那个马儿就拉了一下，说马儿要不然我们先停歇一下不要他走太快，不要再走了，可能对方不一定喜欢我们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看最后的一张牌这是一个金币5的逆位，你们两个人当中对于感情有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在感情里受过伤的话，其实会因为过去的感情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让自己疗愈好，金币5的一个逆位。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我看到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经常会去挑剔对方的缺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所谓的完美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缺点，而且每一个人身上的优点跟缺点是相对应的，在 A 眼中的优点可能是 B 眼中的缺点在 A 眼中的这个缺点有可能是 B 眼中的优点，所以当下的这段关系其实我看到这里其实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可惜。其实你们两个人在各个方面条件是很匹配的，而且呢在各个方面我看到你们都是单身的，都是想去结婚的，心里还是想要这个结果，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当下的丧
啊，这个是太阳的逆位。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没有真正的轻松的去让自己开朗的谈恋爱，要么呢就是想现实层面的东西有点多，因为结婚的压力可能都有一点不敢去爱啊，因为怕到时候结婚就是马上要结婚或者要生孩子等等一些相关的事情，都不敢真正的去享受这段感情带给你们的快乐啊。The Sun，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本身当下的这个内心就是没有真正的疗愈好，心中有伤口啊，心中有一些创伤，在这个能量层级当中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心里话，他其实是想对你讲的。我们这里抽2张牌啊，不会今天非常的具体去看他的心里话，我们主要是分析你们未来的一个关系的走向，以及他会不会再主动联系你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心里话，然后呢我们就会具体来进入到今天的宇宙给你的指引跟建议的环节里去。好，第一张牌是7号牌， I think we should slow down， 意思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慢一点啊，应该慢一点。这个人有一点犹豫了，他有一点忐忑了，他对于你，我觉得他现在是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确定啊，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其实我看到对方对你的诚意还是有的，但是当下如果他慢下来，一定是他觉得有些事情啊，他不是很确定，因为毕竟呢，这个人我们看到这个 Sea Witch，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于感情的连接啊，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不一定比你少，只是说这个人也许在考虑感情的时候，先后顺序跟你不同。也许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属于就是比较浪漫的类型，你们需要的是那种一见钟情，或者是有一点刺激，或者是让你们觉得啊，心一下子被那个人吸住的那种感觉，也许你们觉得那才是爱情。而对于物质和一些现实的东西，也许你们就是不太重视啊。但是对方呢，他又在这一方面比较的重视，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经历和这个人的性格决定的。这个人呢，在感情当中可能会先考虑现实层面究竟有没有可能，然后呢，再去进一步的连接你们的感情，你们的比方说啊，这个喜欢程度，你们对彼此的这种心动啊等等啊，他再去看这个。但是呢，跟你的先后顺序是有差的嘛。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他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他会比较的持久啊，比较的持久。他的情也许是藏在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其实我会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一个呢就是你们不要太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人否定。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有一点不确定你的话，其实你如果想好了，可以适当的表达你的心意啊，你可以适当的去表达你的心意。然后是6号牌 I know you from somewhere， 他觉得他曾经在哪里见过你。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能量在告诉我，其实这个人对你啊，他对你一见钟情。说白了啊，他对你一见钟情，你没有对他一见钟情，他对你的情感比较你对他的感情当下来看要更多。而这个人对于你的感情，他跑得比你要快，他一下子跑远了，你还没跟上，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失落的感觉。当下你们的感情，他确实想要慢下来。一个呢，他要让自己恢复一定的理性；一个呢，他也希望你能够给他更多的回应啊。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今天的巫师之钥，我们来看宇宙给你怎样的指引和提示啊。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宇宙给你怎样的指引，你该怎么样去把握它，或者是你应该怎样去面对它，你需要做什么，或者是你需要去关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哈。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巫师给你的解药，当下这段感情关系你该怎么样去处理它，怎么样去把握当下的一个关系，或者是当下的一个局面啊。第一副牌的朋友，
好，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鸟，这里是 freedom 自由。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更加多自由的去爱说直白一点，这段关系呢，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太被一些传统的东西所牵绊，对于这段感情的未来太过于清楚和明了，反而是限制你们情感打开的枷锁。当下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加大胆和更加自由的去做你自己。比方说，可以说一些稍微大胆一点的话语，表达你内心真正的喜欢和讨厌，而不是说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话。毕竟这个人跟你不是工作或者是同学，这个人是要跟你去谈恋爱，你们两个人是要走入如果有可能的话，是要往亲密关系方向去发展的。所以其实在他的身边，你可以更多的去做自己，把自己的喜欢，把自己的讨厌，把自己甚至是一些情绪上的或者是感情里的你很禁忌的，你不能接受的，你喜欢的，其实可以让对方适当的知道和了解，让他看到一个更加我觉得没有思想包袱，可以真正去爱一个人的那个自己我觉得你应该更加真实的去让他知道你的一些喜好让他更加清楚知道你的一些喜好，让他可以在你面前放轻松，而不是很拘谨，生怕自己说错话，生怕自己做错事，那种好像觉得自己不好你的那种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会让他有点紧张。我看到这张牌，宇宙给你的解药一是鸟儿，自由，自由的去做自己，自由的去说话，自由的去谈心，自由的去穿衣服，不需要每一次都盛装打扮，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以一个素颜的样子，让对方看到一个那个不太完美的你，可是素颜的你依旧很美丽，那是你最自信、最真实、最可爱的样子。Freedom 这个是巫师解药给你的第一张牌。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一组巫师之药给你的能量是什么呢？又是一张羽毛这个鸟的这个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鸟风元素restoration 修复。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个羽毛其实在巫师的怎么讲部落里这个是一个就是驱邪避凶，赶走不好能量的一个，就像一个扇子一样的东西羽毛 feathers restoration， 我们要去修复自己受伤的心，我们要去修复自己可能对自己的一些挑剔，对自己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等等这些想法。我们要把负面的声音改成正面的声音，我们要更加多的积极和肯定自己的可爱，肯定自己的值得被爱，我们要做一个更加懂得自爱、爱自己的一个人。Restoration， 如果有一个羽毛我们比喻一下，如果我们的羽毛不小心在过去掉落下来，或者是有折损，那么我们把这个掉下来的羽毛重新收集起来，把它变成我们对于过去人生经验的一个里程碑的纪念，并且让自己勇敢的再一次长出新的羽毛，让新的羽毛变得更加的丰满，让我们可以飞得更高，看得更远。那么这过去掉下来的羽毛，或者是曾经折损的羽毛也我们所谓的它不能够再伤害你一分和一毫。从你们的能量当中你们一定要去看，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主动的就是让对方知道你对他还想继续，如果你想继续的话。第二个，我真的有觉得你其实完全可以去化被动为主动，如果你愿意想跟他继续你可以化被动为主动。然后呢，第三个，我觉得最近你一定会看到非常多和羽毛相关的征兆。我们看到天使给了你天使的羽翼，对吧？你看这个翅膀，对不对？我们巫师给出的能量全部是跟羽毛有关的，跟鸟
天上飞的鸟有关的，是风元素的感觉。这个 Sea Witch 他的手上拿了一个有点残破的风车，这个风车就是那个风扇的感觉也是羽毛相关的一个能量所以我觉得跟羽毛相关的能量在这里已经重复的出现了3到4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要让自己飞起来，你们是有羽毛的，你们是有自己特别的羽翼的，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特别，你们要相信自己真的是值得被好好疼爱的。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看见羽毛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守护灵它是跟你同在的。当你看到羽毛的时候，其实无论你想测的他有没有真正的跟你发短信，他有没有真正的跟你留言打电话，这个人就是在想你他其实是有想你的，他有在想你们的关系，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也许不太敢再次的主动接近你，或者是他觉得再次的主动跟你靠近的话，也许不会得到你对他的青睐，他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徒劳，他觉得当下其实是他的能量在往下走，就是他有点不自信了。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真的很想跟他继续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适当的主动可以适当的主动。对方其实未来他找你的方式比较多，倾向于那种公事不谈私事不敢再去谈私事，可能是比较公事的那一种，比较让人觉得好像不是因为特别要找你所以才找你，因为他有点不敢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灵性动物牌卡给你的指引跟信息。宇宙，请你告诉我，你有怎样的指引跟提示给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好，我们抽到了41号牌，又是一个鸟儿这个是夜莺之灵 Love is all around， 爱在无处不在。第一副牌的朋友这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对呀，其实这个人他心里真的有你。我刚才讲过，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是有一眼就定情的感觉，只是说这个人呢，可能他 OK 给你的爱的方式并不一定是你就是会一下子觉得很浪漫，或者让你觉得一下子很心动但是这个人他对你是动情了的，他对你是动心了的，他觉得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你的，但是你好像不是很感冒他，那么他觉得自己也努力了，可是呢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OK 对呀，你可能比较冷淡，或者是他能感觉到你其实有在应付他对，所以他就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可能会自己晚上听个小情歌有的时候听一听，比方说对呀，歌词，爱的歌词，可能会想你，但不一定会就是说真的再次发短信给你。然后呢，有一部分朋友，如果你拒绝他很多次的话，这个人当下可能也会比较的紧张，就是觉得好像没戏所以我觉得这张牌41号牌，宇宙希望你也能够自信一点吧。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不够爱你，或者是你觉得是不是没有真正的喜欢你，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担心。哇，又是一张鸟，这里是一个鹰，指导灵会挺你，宇宙会挺你，会支持你。宇宙给了你一个鹰的眼睛宇宙也给了你夜莺的很好的嗓音跟翅膀。说明什么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去找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会很好。你的嗓音，你的语言是你的天赋，也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如果你愿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的话，用你的方式，对方会非常的感恩，会非常的感激，他会能够感觉到这个感情有希望了，他又要再努点力，他要加油了。而当下呢，宇宙又给了你一个真正鹰的眼睛，鹰的翅膀，他希望你能够坚强，他希望你能够勇敢的去相信爱，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当作过去那个伤害你的他。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每个人都不一样。当下呢，这个鹰之灵，其实宇宙想告诉你他是支持你的。如果你当下觉得自己在感情当中没有真正的疗愈好，没有真正的准备好的话，那也没关系。但如果说你想努力看，
或者是试着看一看，那么他也会支持你，他会就是跟你一起去往这边发展，往你们心中希望的那个方向去走，让这个太阳可以升起。你看我们这里愚人牌就是一个大胆的冒险，就是一个全新的旅途，看你们愿不愿意去开始了。这边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帮你们所看到关于你心中所想的他会不会再找你，会不会联系你如果会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人如果会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不会等太久，5天5周，如果说他当下已经实在是忍不住，那可能就是时间再久一点，但是我觉得5天到5周这个人就会有一些消息你就能够听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找你的这种能量比较偏向于就是公事，不一定是私人的感情，可能只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想问问你或者是跟你打个招呼类似这一种5天到5周这个人就会找你。那你要不要继续跟他相处下去，或者是往感情的方向去发展，取决于你这个人接下来会不会再主动，会不会再真正的往你这边靠近，再次的对你展开追求呢？取决于你的态度。好，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所帮你们看到这段关系的一些状况，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些指引和提示。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呢能够好好的把握自己的感情无论你的决定是怎样的，就是不后悔，开心快乐就好。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天使光碧玺，紫色跟蓝色相间的宝石。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主题是，你心中的他会来找你吗？他会联系你吗？如果会的话，那是大概什么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首先来看一下这边我帮你们抽到的指引牌，也可以大家把它当做一个验证的能量来听。首先呢是unlikely， 不一定。然后我们这里是 Rose Garden， 玫瑰园。然后是 Home in the Sky， 然后是权杖女皇，或者是权杖皇后。好，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呢这段关系还需要一些能量的加持的感觉从当下的这个能量来看，其实我看到对方他在改变着他在改变着，他在进化着，他正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我觉得是有能力去爱这样子的一个人。当下的他呢，我感觉到还在慢慢的蜕变和改变的过程当中。但是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人呢，就是当他一旦就是有那种化茧成蝶，或者是当他完成了这样子的 transformation 转型以后，他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但是呢当下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还没有真正的，他的能量还没有真正的展现出来。我感觉到这个人他还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说他可以变得更加的让你觉得可信，可以去相信可以去相信。当前我们还有一张能量牌在这里叫做 Home in the Sky。 这张牌给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当下心中想测的他对于自己的一些问题是比较看重的。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想测的这个他，或者是你喜欢的他，当下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OK， 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内心是喜欢你的。我看到这个人的内心正在为你就是绽放出一朵漂亮的玫瑰花，他想要去为你改变，他想要去为你变得更好，他希望能够把最美好的最炙热的爱情给到你。但是呢我看到这个人呢，他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他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他不得不去就是说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安定的东西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在他的心里，就是你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在他的心里他有一些很不稳定的因素，
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有可能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也有可能来自于他当下就是面对社会环境，面对他自己生活条件，OK， 他心中所产生的不安全的感觉，所以是 home in the sky。这个人呢，当下其实他是非常给我的感受啊，就是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变好，他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优秀，能够匹配到你这边的爱的这种高能量。OK，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张牌啊，这里是一个权杖皇后。其实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有那种灵性和连结，在你们的心中，其实无论当下所面对的环境、面对的感情的课题，还是你们当下所面对现实层面里的问题，我都看到你们的心中对于这个人是比较定的。我看到对方对于你而言，他的心中也比较的定，他知道你是他喜欢的人。然后呢，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心中对他是很喜欢的，我能感觉到你心中对他很喜欢。也许你也知道你们感情里所面对的问题，所面对的困难，所面对的阻力，但是你仍旧知道你心中对他的爱是不灭的，你对他的感情是不含任何杂质的，就是你心中知道你有多爱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在现实面前你们都必须得弯腰，但是呢，我看到你们的感情在心里对彼此就是非常非常的真挚。这里呢，其实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这段感情有一点就是我现在连接到，就是这段感情有可能会拖的时间比较的久。什么叫拖的时间比较久呢？就是这段感情我看到对方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蜕变的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能够跟你站在同一个能量级上。当下的他呢，其实有一些问题和困难是他自己要去面对，是他自己要去解决的。当下你心中想测的他，有可能是在一个漂泊的状态，有可能他跟你有一点异地，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二组他跟你是异地的，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当下他正在一个打拼的过程当中，他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他也希望能够在将来就是双手捧给你一个稳定的家，但是呢，当下的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我觉得是做到这样子的能力的。所以其实与其说当下他把更多的爱和感情就是投放在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关系里，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要测的这个人，你心中爱的他正在更加把能量多的去收回来给他自己，来完成他这样子的一次人生大的改变蜕变。他要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加的勇敢，他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加的优秀，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我觉得是他心中的理想和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中，让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落到我们的地球。不仅仅是完成他自己的理想，同时也完成了我觉得是他心中希望能够创造出来的与你之间的一种美好未来。他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要测的他心里非常清楚你们的这段连结在他的心里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份感情对于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了这个人他内心对你的这种高度的评价，以及这个人对你就是我觉得他几乎是那种有点仰视你的。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人几乎是有一点仰视你的，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这边更加的就是有一点极端，是说因为你的出现，你有一点激发了他，你有一点刺激到了他，让他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次大的转型，让他想去拥有一个更加高的梦想或者是理想。可能原本就是你们喜欢的他有一点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但是因为遇见了你，我看到这个人有一点醒来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这样子飘着，或者是自己这样子有一点随波逐流的状态，他不满意。他看到了一个更加阳光更加美好的未来，所以他想去到那里，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创造，他想去到那里。所以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这段感情有可能你们的连结从刚开始相遇到你们的前期发展是属于比较火热的，就是没有考虑太多的现实层面的问题，而是两个人就是很喜欢彼此很喜欢彼此，两个人很投缘，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
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变成了没有，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存在。但是呢，当你们真正去看向3D 世界当中这段关系将何去何从，未来将怎么样去稳定这段感情的时候，我看到对方心中产生了焦虑，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改变，他需要为你变好，他需要把最好最完美的东西传递给你。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人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他的爱，这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但是我看到这是他想爱你的方法。对，这个就是从指引牌这边我听到的一些能量，关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关于你们的一些背景相关的啊。好，我们来抽牌吧。我们再进一步的看，我们看的是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系你吗？如果会，那是什么时候呢？这个时间的跨度是多久呢？我们来看这个人究竟是未来怎么样，他会有怎样的行动吗？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得到第2组天使光碧玺的朋友，你们想测的他，你们心中的他，接下来会怎样？我们的第1张牌就是宝剑七，当下你们的这个状况是比较复杂的。第2副牌的朋友宝剑七，当下你们这里的状况比较的复杂，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用1句话2句话就解释清楚。有一些朋友，第2副牌的朋友当下的这个能量，我们看到了很多风，很多的宝剑的能量说明这段关系其实走到当下，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困惑，你觉得有一点受伤，你觉得有一点失望，你觉得有一点难熬。那对方呢，我看到这不是他想要的样子，这不是他要的样子。哇，死神，这不是他要的样子来，我们继续看他会不会Tower in reverse 他会不会找你呢？他会联系你吗？如果会，是什么时候呢？ Temperance 的正位Knight of Wands。 好，我们的牌底是一张女祭司，这一段关系当下是一个非常高度精神连接的感情好，这样一点 OK，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他会联系你吗？怎么回事宝剑七的逆位，当下的这个宝剑七我听到他没有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你。第2组牌的朋友，当下这个人有可能是有抽离的，他有可能会用一种第一个就是比较冷淡淡出的方式，悄悄的离开你的世界这一点可能是最让人心痛，也最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种比较怎么讲呢？就他可能以为这种方式不会伤害到你吧，但事实上这种方式是最伤的。这第一种情况。第2种情况呢，这个人当下他可能会就是不给你解释，然后呢，他可能会说出一些激将你的话语，希望逼迫你走，或者是逼迫你放弃他，讨厌他，离开他。宝剑七的一个逆位，无论当前这个人他给你看的状况，他对你说的话，或者是他潜移默化给你发的朋友圈呢，就他自己发朋友圈分享给你，还是说任何的一种交流的沟通的方式第2副牌的朋友，其实我会建议你最好不要看，因为当下的他我觉得会有一点诱导你，就是走进他希望你那样想他的那个途径，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他内心对你的感情。 OK， 当下的状况而是有一点复杂，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能量对你们有一些干扰。宝剑七的一个逆位，所以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对应在你那里，当下的状况是比较复杂的。你当下无论心里有多么的难受，难以接受，或者是听到多么不想听到的话语多么不能接受的事实就请大家先放，不要太认真的去看待他们，因为这所有的信息，所有的内容都有可能会在未来突然一夜之间改变。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Tower
突然之间就会变化，所以当下的这个状况和局面是相当复杂，相当就是可变的。所以无论当下你心里是怎么想的，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会劝你就是先放一下先把这个能量就是说不用太多的去认真的处理和对待，因为这个能量马上就会变。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宝剑四。那么有一部分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他自己的内心也受到了一定的创伤。这个创伤有可能是你给他的，但是呢，更多的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就是他可能在用一种逼迫你的方式离开自己，可是这种方式会造成非常强大的内伤，是你不知道的，只有他自己承担才懂有多痛。去拔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把你比喻成他内心已经长出来的这朵玫瑰花，你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那个心脏里的爱的话，当下他在把你拔出来的同时，也在剥离自己的心，所以他是非常痛的。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会建议你就是不要去对他当下的言语，或者是当下对他所说的话就是太过于认真，因为这个人当下所说的话所给你的这种状况不是真实存在的。宝剑七有非常复杂的事情围绕在他的周围，也有可能在你们之间有非常复杂的状况。所以呢，有一些内容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未必清楚的知道你未必清楚知道他怎么回事。我们看宝剑四，其实呢，你们要测的他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进入到一个比较疗愈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过程。我看到他会就是说无论是支撑不住，还是说逼迫自己停下来，不要再去做伤害彼此的事情，就是他会停下来，他会慢下来，他会让自己就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让自己能够真正清楚的整理，无论是他过去的言语，还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还是说他当下比较复杂相互矛盾的心态，就是他会做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思想的整理，他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宝剑四出现了，我觉得他会有一段时间的疗愈空间留给自己。其实他的疗愈我觉得是对你们关系都会有好的疗愈的功效。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能够在就是比较动荡的情绪之下让自己放下来，让自己放空，去疗愈自己的心的话，我想对你们的关系也一定会有帮助。那么在你们未来的能量当中，我们还看到了正位的死神和正位的节制牌，包括逆位的 Tower 这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能量，也是一些非常大的转变。其实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呢有可能会有一次比较大的突破。这个比较大的突破呢，我看到了就是所谓的死神嘛，就是所谓的分离这个状况。不一定真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在死神的正位当中，我们接下来看到了 Tower 的逆位，看到了节制的正位，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次断开、分离和结束，是为了让你们曾经那个有点像是梦想空中的有一点不是很真实的东西可以回到地面。所以这样子关系的一次大的我觉得是调整，其实真的是让你们能够更加接地，让你们能够更加认真的去考虑这段关系要怎么做，两个人要怎么样去配合，才可以让你们的感情重修旧好，才可以让你们的这份爱真正的开花结果。所以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在近期宇宙给你的讯息是 unlikely， 就是说这个比例他来找你的比例其实会比他不来找你的比率要高一些所以这个人可能会在近期的一个我觉得是3个月之内，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疗愈过程，所以他不会说去找你或者是求你的原谅，他也不会低三下四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就他还会比较的倔，他会比较的犟。可是呢，他的倔跟他的犟会伴随一段时间的疗愈，他会真正的去考虑自己，他会真正的去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是对你们来讲非常好的所以 unlikely 这张牌呢，我觉得宇宙会通过这样子一个比较看起来静止的比较静止的一个能量调节空间，或是能量的调节的期间，让它进入到疗愈
安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不要那么的躁动，不要那么的就是胡乱的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说不该说的话，让这个人安静下来，并且让你们的关系就是得到一次真正的这种断联，我觉得是断开的感觉。死神牌 Tower 的逆位，这一次的断联，死神的降临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曾经的误会、矛盾，那种太大的空的许诺，我觉得是回到地面。有些时候嘛，就是在感情的热恋期，可能双方彼此会说一些就是非常让人觉得海誓山盟的话语，好像就是给人的感觉，如果能够停在那一刻该多好。其实呢，当两个人说出海誓山盟的话语的时候，那一刻那个人当下那一刻是真的这样想，也真的是想给出海誓山盟的承诺。可是呢，当这个承诺回到现实的世界里来，是需要人的意志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意念，还要加上现实里的条件，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承诺变成现实。你们当下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就是可能当时所给你的承诺远远高于当下他能够为你做到的现实。所以呢，当下你看这个能量的调节，其实是为了让你们两个人都能够调整彼此的期待。你呢调整放低对他的期待，而他呢更加现实的去调控他能够为你就是当下承诺的许诺，对吧？他要去调整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你们的能量在死神的降临之后，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我们看到了 Temperance， 两个人能够相互彼此的包容和理解，甚至是支持彼此这个能量非常的好 Temperance。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的关系，第二组牌的朋友准备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先往下再往上这样子的一个曲线V 字形的，先往下再往上这样子的一个曲线，而且这个时间拉的是比较久的。我们这里看到的都是大牌，13号牌对吧，14号牌，15号牌16号牌这样子的几个能量所以说你们的能量，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的一个进化，这段关系的一个改变，至少是3到6个月3到6个月，这段时间是需要你们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空间里去做一个调整和调试。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牌是权杖骑士的一个逆位。其实你知道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他有很多次可能都已经就是冲动的，可能在你公司楼底下，可能他冲动的在你们曾经约会的咖啡厅，或者是他也冲动的可能差一点就去敲你家的门，就是他有这样子的能量的蓄积，但是呢他又会马上压抑住自己的这种冲动和想法。他知道自己当下如果再这样子的冲动的话，其实不会为你们的关系带来任何好的改变，相对应的可能会让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加就是有点像负循环的感觉。所以说我看到其实通过这样子的一次能量的调整第二副牌的朋友，相对应的我觉得这个人有在变得成熟一些，有在变得更加的接地，有在变得更加的就是务实。你们的感情无论是两个人有连结、有通讯、有见面还是没有，其实呢你都能够感觉得到，你都能够感应得到对方的能量是与你同在的。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呢有很多内心知道的能量在你们两个人左右。你内心知道他对你而言就是你非常喜欢的人，而你心中想测的这个人呢，他内心知道你是他想要的那个他。所以说女祭司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这段感情不要去轻易的给他下一个定论，也不要轻易的给对方下一个定论，说这个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或者是他伤害了你，还是说他不爱你他爱你。其实不需要马上给他下一个定论。在你们的能量当中，第二组牌的朋友不定的因素是比较多的，在未来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会发生，而在大的改变的发生以后，其实你们的关系会往更加和谐、更加平静、更加有爱的方向去发展，这是一个好的正向的改变。但是呢，这种改变当人经历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就像没有任何人会喜欢断联，也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分手，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呢，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
你们的关系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啊，在未来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High Priestess，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对彼此啊，还有一点点小骄傲的心，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可能不太愿意去妥协，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啊。这个是女祭司，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两个人有一点小骄傲，就是会觉得自己没有错，不愿意低头。High Priestess。而且呢，在这里啊，这张女祭司给我的感觉就是，明明心里很想，明明很想发短信，可就是不发，想等对方先主动。有的时候呢，明明心里很爱，明明心里非常喜欢这个人，就是喜欢彼此，但是就是不说，希望这段关系能够拿出更大的、更加好的承诺，让对方知道，其实我就是很爱你啊，就不仅仅是说，还要做到。所以女祭司的能量给我感觉，这段关系呢又多了一层，就是 ego 在里面啊。但是呢，这个能量并不是绝对的不好，其实也是因为两个人可能真的是比较喜欢彼此吧。好，星座的能量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有天蝎座和射手座的能量啊，有就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未来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再来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他有什么样子的心里话，其实是想对你讲的，好不好？来，哇，如果可以的话，他有什么样子的话语，其实是想对你说，就是那种内心的真实的话语啊，不是那种气话来的。来，我们来问宇宙。OK， 我刚才看到这个 ，You are so very special。你真的非常特别啊，这个是他心里想对你说的。我是有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他对你的感情其实蛮深的。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在我觉得性格层面，或者是在他的怎么讲呢？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不是很成熟，有一点冲动的能量在这边，可能会让你不太好接受。但是呢，我觉得他的这种热情，他的这种为爱的很真挚、很勇敢，然后很直接的东西，也会让你就是很喜欢他。这也是你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人的心里，其实他没有对你说出口的，他自己心里懂得的就是，他知道你在他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他知道你在他心里是非常特别的，是那个有一点像独一无二，没有办法被轻易取代的人。所以呢，你看你们这里有一张权杖皇后啊，就是非常稳定的知道这个人就是喜欢，没有犹豫，没有所谓的哎呀，到底喜不喜欢呢？有多喜欢？不存在这样子的问题。他知道他很爱你，他知道他非常喜欢你，对不对？这张牌是 I think so, yes， 逆位的，我觉得是吧？啊，有犹豫的，是吧？啊，可能是吧。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那种不愿意多解释啊。你看这张牌，宝剑七的逆位 ，I think so, yes。我觉得他不太多解释，有些问题啊，他的答案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是或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爱或者不爱，很多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存在，它是一个综合体。所以当我们去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比较准确的 yes or no， 可以或者是不可以的答案。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它后面的原因跟理由，这些内容其实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你无论是得到一种和解，还是说找到一种真正的方向感，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个人他没有真正的做出非常好的解释，没有把真正的原因分享给你，他有一点就是吞在自己的肚子里，或者是说他不想当下去过多的去说话。女祭司他有些东西他心里懂，但他不想说，有可能是他的面子问题，也有可能是他当下还在整理自己的思想
啊，有些朋友他其实是还在整理的过程里，这张牌是在未来的能量当中，所以他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去清理自己的负能量，去整理自己的思绪。当他能够从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出来，才会拿到一个就是比较积极的正向的他，我觉得是回到你的身边，让你看到更多的你当下过去不曾知晓的部分和情节，好不好？ I think so, yes. OK， 好，我们就是对他的分析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要给你的建议，关于这段关系你该如何的把握当下的局面，当下关系的一个状态。这里呢是巫师之药，我们让巫师给你开出一个解药，让你可以从这样子的局面当中解脱出来啊。第2副牌的朋友，好，我们来抽牌。宇宙请你给第2副牌的朋友指引和建议。 OK， 我们首先抽到的呢是水晶 Amplification， 扩大这个能量啊。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啊，其实有2个大概不同的方向。首先呢，就是有些事情啊，有点像是什么呢？比方说拿一个比喻，就是身体不舒服，他没有不舒服很严重，他就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呢他又没有走，他又没有让你很舒服，这样子的能量啊就是会很拖人。没有到达就是一定要去重视它，去看它毛病，也没有说让自己痛快，这种疾病是非常拖人的，也是非常害人的。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比方说在面对身体的疾病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有个地方让你非常的疼，让你非常的不舒服，你就会马上看医生，你就会马上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这样子一个突如其来的比较大型的一个能量啊，能够让你快速的正视它，面对它，解决它，改变它，这是一个好的。所以呢，这张水晶的能量，它是一种能量的蓄积，它是一种频率的，就是全部加在一起啊，让你不得不看到，让你不得不去面对，让你不得不去解决。宇宙在这里告诉你啊，第一个能量就是有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未必是坏事啊，有些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未必是坏事。也许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一个矛盾，有一个纠结，有一个误会，与其让它一直在那个地方酝酿啊，不温不火的酝酿，梗在那里不舒服，但是又没有痛到让人觉得一定要解决的程度，不如让这个不好的能量就是冒出来，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死神加塔牌的能量下，就是被根除掉，解决掉，这样子关系才能够重新回到和谐有爱的方向里来。这是一种就是得病了去看病，吃解药好了的过程。那么水晶能量的第2点呢 Crystals， 其实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宇宙给你的第2个解药就是用水晶宝石让自己的思想得到一种平静，用水晶宝石去保护自己积极的能量，不要被一些负面的情绪以及来自于你心中它给你的一些影响啊，被它影响。宇宙希望你能够在这同时啊，疗愈自己。你看，它都未来要进入到疗愈的状态。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也可以好好的疗愈自己哦。啊，水晶宝石也许是疗愈你的一个方向，如果你喜欢水晶的话。好，我们来看第2个能量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死神的能量，这里就是循环。好，这张牌呢其实非常明显的，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重复的出现这种 transformation， 死神的能量啊，就是有些东西要离开，有些不对的东西要让它冒出来解决掉，而你们呢也需要在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讲呢，这种超越循环的过程当中去找到内心真正的方向。尤其是对方他需要真正的我觉得成长，他需要经历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型，让自己真正的能够懂得，你看这个蝴蝶，他要知道自己啊就是一定要为了你做这样子的改变。
那么当他能够勇敢的行动，不惧怕这个改变，不惧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他才能够真正的来到你的身边，他才能够真正的跟你两个人，就是这段感情能够接地，能够让你们的爱情开花结果。这是他需要去做的，这是他需要去努力的。而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这种爱就是要去支持他，能够放开他的手，让他出去，让他走，并且呢再让他回来啊，不是说永远拽着他，而是有的时候要勇敢的放他走，放手，让他自己到外面去 OK 领悟一番，能够让他在外面去感受一番。当他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种自我探寻也好，疗愈也好，还是说他需要去得到那种自由的空间，或者是他需要去获得他自己需要去做的这样子的转型，当他回到你身边，这个连接将会变得更加的紧密，这个连接将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哦。好，我们呢最后来看一下灵性动物给你的指引。灵性动物怎么样指引你呢？我们来看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其实呢，这张牌啊，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二组的，你们心中想测的他，跟你就是前生有缘分，你们前世是有连结的，是有故事的啊。今生你们的这样子的一次分手断联，有可能出现了这样子的能量啊，也有可能是你们前世的一些业力和业债。来，我们来看宇宙给你的建议，或者是灵性动物给你的建议。第一张牌，火烈鸟之灵，请你拥抱2点之间的距离。什么意思？你看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2个死神，一个死神呢是在 A 点，我们传送门的一头，一个死神呢是在传送门的就是另外一头。你们的关系是在2点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需要你们勇敢的从 A 走到 B。 一旦从 A 走到 B， 就意味着离开 A， 对不对？那么 A 就会没有，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可是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与他的连结，有火烈鸟这种就是1对1专属，You are so very special， 有这种专属之爱和专属之恋的能量在这里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不要怕啊，不要怕，我们要相信爱，我们要能够接受爱，我们要相信这个对的人他会回来，而不是说死死抓着他，生怕他离开我们。我们要能够去锻炼自己的内心，强大的内心，去提高自我，提升自我。当你心中想测的这个人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这样子的转型，并且未来重新回到你身边的话，我们需要去用爱的方式成全以及接受，好不好？不要再去，我不建议第二副牌的朋友去控制啊。如果这个是他的选择，如果他想用他的方式去成长，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可以去放手了啊。我觉得是让他长大，好不好？来让他疗愈，对，让他长大，让他疗愈，疗愈好了再回来，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指导灵给你的第2信息是蜜蜂之灵，他说甜蜜的结果在等你。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啊，就是不要只看当下眼前的这一点得失，也不要看眼前当下的这个关系它的名称是怎样，我们要去勇敢的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你值得拥有这更加美好的未来啊。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当下你们要测的这个人，你们心中想要的就是很想喜欢的这个人呢，他需要时间。我们这里出现了7，我刚才看到是从3个月6个月7个月，从3月份3个月之后到7月7个月之前，这个人4个月的时间4个月的时间，他应该就可以完成他需要的这一段时间，他需要的这段空间，去疗愈自己，找到他内心的方向，或者是改变他当下的一个状况，去理清他生活里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重新回到你的世界，重新与你连结，你会遇见一个更加优秀、更加美好、更加懂得珍惜你的他。好不好？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帮你们所看到，所以说这段关系是需要你们有一点耐心，就是能够放他走的感觉啊。第2副牌的朋友，3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他需要这么久，好不好？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啊，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迎来自己的真爱。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白水晶。好，那我把它先放在一边，给你们做参考。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占卜主题是说，他会来找你吗？会联系你吗？如果会的话，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时间的一个范围。我们今天呢在进入抽牌环节之前，首先来看一下。这边呢，我提前帮你们准备的一个指引牌啊。我们首先有一张牌是天使给出的 No， 然后呢，天使给了第2句话是说 Get more information 啊，请你再去收集更多的相关讯息。然后呢，我们这里有一个13号牌，早晨的一个露珠女孩。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宝剑4的能量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引牌。从当下的这个能量啊，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可以把这个能量当做一个验证来听。我看到了，在这段关系里，其实你想测的对方，他有一点点的难言之隐，或者是他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在这段关系当中，有一些也许你还当下并不知道的讯息和能量啊，围绕在你跟他之间。这些能量呢，其实会影响未来你们关系的发展。这些能量也有可能会影响当下你心中的他，就是对未来你们关系的一个计划啊。这个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听到这个信息。从当下能量来看呢，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这段关系，其实对方呢当下的状态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啊，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好。这个人他传递过来的能量比较偏悲伤一点点。他有一点悲伤的情绪，他有一些悲伤的能量啊，在他的心中其实当下就是有苦衷，而且呢这个苦就是他自己得吃下去。他现在呢心中也许会有一些就是难言之隐啊，有一些难言之隐，他不得不这样做，他不得不采取其他的行动。这些行动并不一定是他内心真正想要去做的或者是说他也许心中是另外一个想法，他希望另外一种发展，但是呢他在具体的行动方面却是一个违心的，却是一个他最不想看到的样子。少数朋友啊，其实呢第3组的，我觉得这段关系里有一些第3方能量啊，可能对你们有一些影响。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宝剑4啊，其实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你心中想去测的这个人呢，他有可能呢在用一种麻痹自己的方式，在逃避着他需要面对的现实。OK， 我听到这个人有可能会用一种比较麻痹的方式，让自己逃避他得面对你的一些现实。在这边呢，我听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难过的关卡。但是呢，这段感情啊，却让对方就是还有你之间打开了真心的大门。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当中有非常那种光亮的能量啊，它是围绕在你们能量之上的，但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却有那种悲伤的泪水。有可能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爱情，你们的这段关系被其他的能量所干扰。我看到当下啊，就是你心里想测的他，其实呢有可能会用一些比方说工作，就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去社交，不断的去比方说跟朋友出去玩，就是来麻痹自己，不让自己去想你，因为他没有办法不想你，他其实非常想你。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人我看到他有可能是心里很爱你的，但是呢他却不能够在未来继续的去爱你。这边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我听到是第一有这个就是3角关系有3角关系的能量。第2就是有父母亲或者是其他外界的干扰，可能有人在反对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有其他的人呢就是介入了你们的关系。
使得你们就是有很大的误会，或者是让你们觉得非常的不能够再向前了啊，是这样子的一些能量。所以呢，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当下你对这个人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生气，然后呢又很不理解，并且呢心里又还特别的爱他的话，我会建议你就是当下首先让自己先平静下来，因为对方让你看到的一个理由，或者是他让你知道的一个原因，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呢，也许你对这个人他真正的一个状态还没有真正的了解。Get more information， 宇宙希望你能够收集更多的信息，去了解他所谓的苦衷，他所谓的难言之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信息。不是说为了让你能够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看到天使其实想告诉你，当你知道这个人他更多的能量，他更多的信息，或者是他更多的背景等等的一些事实，能够让你这边解开你的心锁，能够让你这边就是我觉得是要么放下，要么就是能够过去有些朋友其实当下我觉得你心里可能对于这个人就是觉得过不去过不去这个心坎，你过不去，你觉得非常的就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改变，或者是你心里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就突然就变了，或者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你，不是明明很爱的吗？就是有这样子的能量但是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其实还有一些业力的干扰就是我看到一些业力的影子在这边，因为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你们是真的爱了，但是呢也是因为真的爱上了这个人，或者是陷入了这个爱情里，所以呢当下你们的能量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很痛，但是又不得不去疗愈自己的相关的一些信号在这里发生。 OK，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抽牌了，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宇宙未来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系你吗？如果会的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间括号的一个跨度呢？好，宇宙请你告诉我。 OK， 我们这边牌一下出3张。首先呢是一个金币侍者，然后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权杖1的逆位。好，我们把它重新放一下。 OK， 然后呢我们这边有掉出来了一张宝剑侍者的逆位。牌卡出的非常的快我们第一次有3张牌，金币侍者的正位，权杖1的一个逆位风元素侍者的一个逆位。这个人我听到这个人，首先呢看你们的关系，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跟这个人有一些除了感情之外的连结，比方说也许你生意上工作上 OK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有连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的能量不会受到干扰。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工作上的联络，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就是非私人感情的连接，这一部分的能量不会断开，他会就是继续他需要做的，他需要配合的，他都会配合你，他都会继续Page of Pentacles。但是呢这个人权杖1的一个逆位，我看到这个人其实当下对于你们全新的一个展开，或者是新的未来，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害怕和排斥的。这个人是真的有难言之隐，你们2个人能量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外界的干扰，所以说如果你希望能够从对方的口中获得一个解释，获得一个你可以接受的一个解释的话，对方在未来可能会比较回避和逃避你的询问这里是一个宝剑侍者的逆位。如果有一部分的朋友你在等待对方给你一个消息，你在等待对方给你一个信息，你在等待对方给你一个答复的话，这个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拖下去，他不能跟你解释，他也不可以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去说一些话，
所以呢，如果这个人就是比方有些朋友你一定要他说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比较官方的语言。我看到这个 Page of Swords 啊，他尽量在逃避跟你的对话，而且呢，这个人的话很少，他会逃避啊，他会逃避不去跟你进行真正的沟通。好，我们来往下看，我们来问宇宙，这个人他会不会找你啊？他会不会联系你？好，我们看到了 Judgment 审判牌，这张审判牌呢来的比较，怎么说呢？这个审判牌来了以后啊，说明你们的关系会得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判断。这个判断是来自于我觉得宇宙或者是更高能量的一些指引。有一些朋友啊，我看到你们如果在生活当中就是比较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啊，在近期的未来，如果你们愿意去向内，就是让自己疗愈的话，你的指导灵和你的高我可能会给你非常强的信息和一些讯号啊，让你知道其实这段关系真正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他过去曾经从他的细节，从他的语言，从他的一些就是含糊其辞的一些东西里，你能够读到一些真正原因之所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还听到了宇宙其实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是有一定的干扰，让你们的关系能够得到一个和解。这个干扰跟和解是什么呢？其实宇宙会让你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像公平的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结论。我看到这个人呢，在过去啊，他有没有真的喜欢你？其实这个人非常有可能是喜欢了你，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宝剑四，你们在疗愈，但是呢，你们相互喜欢彼此的那个时间和时机，有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第一个呢，是对方有可能在一段情伤过后啊，就是跟你联络，他当时呢，就是内心是有很大伤口的。那跟你连接以后呢，他觉得很好，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在慰藉自己的伤口。那么这个能量反之亦然，有一部分的朋友，也许你在当时跟他连接的时候，你也是处在一个心理受伤、情感伤痛的状态里。你们两个人的连接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跑得比较的快，暂时忘却烦恼，暂时忘却现实，暂时忘却关系里所谓的一些因素，你们连接在了一起。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对彼此啊，就是回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比较负责任的，或者是比较现实的层面。你们看到了这段关系里所存在的那种阻碍，你们看到了这段关系里自己的问题，以及在感情当中可能有一些疗愈的功课，或者是自己需要去面对的曾经逃避的问题，就是重新回到生活里。所以说宇宙 Judgment 出现是好牌，它会让你们两个人，我觉得是重新的正视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就是说不管别人，只考虑自己？我们能不能够在感情里所谓的没有疗愈好，就直接用另外一个人去安慰自己？这些东西我觉得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是攻入你们的心房。无论这段关系里是谁是谁就是不管不顾的闯进另外一个人的世界，或者是说是谁在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真正的去考虑一个未来的话，那宇宙呢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给出一个干预给出一个干预。有些朋友这边如果有第三方或者是三角关系的情况的话，其实呢对方就是有一个人会真正的面对现实，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个能量。那么当有三方能量出现的时候，也许你们的关系就会自然的和解。因为在这段关系里，我看到其实没有人是希望跟别人分享的。所以说有些事情会在未来不攻自破，宇宙呢也有可能会在未来把这个你需要更多的信息带到你的身边，让你真正的看到，让你真正的知晓，让你真正的明白这其中的原因跟理由。好，我们来往后看哦，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络吗？如果会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来，我们的接下来的牌卡是星星牌的逆位。好，星星牌的逆位出现呢，其实我觉得希望和好的怎么样转变是
必然在未来会有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当星星牌出现以后啊，我看到其实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你知道这个人更多的信息，当你知道这个人更多的一些就是他真正的本质以后，其实你可能会有一点震惊，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比较不能够接受他。曾经这个人可能会以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他把自己包装的非常的完美，但是事实上他的内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没有真正的让你知道。在未来啊，宇宙的干扰以及我看到也有可能这个人呢会让你知道一些能量，那这边的关系我看到就是你对这个人的一些问题是不能够接受的，我看到你心里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但是呢，星星牌逆位的出现呢，说明什么？说明这段关系是会往和解的方向去发展。有一些能量啊，只有真正的暴露出来，有一些信息是不能够一直被隐藏起来的。你们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个比较公开透明，对吧？信任这样子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真正的往前去走，往前去发展。所以呢，当有些事情真正的出来，可能会让你这边很惊讶，可能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呢，比被瞒着好比被瞒着好。所以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未来的时候，先有一段时间会比较的，就是说知道信息以后可能会比较的不开心，但是呢，当你知道以后，你反而心里就放下了，你反而就是能够更加的学着让自己释怀了。我看到这个星星牌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宝剑五的一个逆位啊。这个牌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的关系在未来会有一个对调的感觉。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可能在过去的连结里，你会把他捧得比较高，你会把他看得比较高，因为对方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以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觉得这个人很不错，所以呢，你跟他认识，你跟他相处。但是在未来呢，当你知道这个人的缺点，当你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当你知道这个人的一些本质里的一些小问题以后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你就会对这个人的判断有一个全新的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方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在你面前那么的自信，或者是在你面前觉得自己很不错，他会把他的能量降下来。而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反而会往上升，因为你看到了你们两个人在能量上的差距，你看到了你们两个人可能在现实层面的一些不同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宝剑五的逆位出现以后，我看到你们两个人会能量对调能量对调。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在不知道这个人具体情况的时候，还会有一点就是怪自己，或者是就是反省是不是自己说错话，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是不是自己的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呢，当你未来你知道这个人的信息以后，你就不会再去怀疑自己，你也不会去怪自己。相对应的，你就会知道原来不是我的问题，你就会知道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会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方他本身存在的，或者是这个关系里可能现实存在的一些因素和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们的能量就兑换了，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更加的知道在这段关系里你的立场，你会更加坚定你自己在这段关系里你想真正我觉得是追寻的东西是什么不会再被对方影响了，他未来对你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少。好，我们这里的最后一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他会找你吗？他会联络你吗？如果会，是什么时候？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权杖皇后好，这张牌逆位出现呢，在告诉我其实你们内心想测的他可能有一点不敢面对现实，他不敢面对他内心真正的方向，他不敢面对他内心真正所期待的美好。这个人呢，其实他就是外面好像很就是给人的感觉好像他很坚定，或者是他外面给人的感觉他非常的好像知道自己是想要什么但是事实上当你真正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内心其实是比较迷茫的，他对自己的生活，他对自己的所想和所愿比较的没有真正的自主，
因为这个人的生活里被其他的能量所干扰，有其他的人呢，几乎对他是有一定的控制的，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的一个感觉。在你们心里想测的他的能量磁场当中，我读到了他的被限制，他的被妥协，或者是他不得不妥协的一些能量在这边过来啊，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所谓真正的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不是不行，但是他又不舍得放弃他原本所有的安逸，他很希望，或者是他知道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真正所爱的，或者是真正希望得到的，但是呢他又就是给我的这种能量啊，就是他又不能够说放弃他原本已有的，或者是说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真正的追寻和拥有，所以他选择的是一种妥协，他选择的是一种放弃，他选择就是那种如果可以的话就好，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这边。所以啊，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从天使这边得到的能量是 No 和 Get More Information， 以及我们这边塔罗牌的能量是比较吻合的。在这里呢，其实不太建议第三组牌的朋友去主动的联络他，或者是向他示好。如果你去联络他的话，尽量以一种比较理性的方式跟他做沟通，或者是就是了解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不是一味的去谈感情，或者是跟他聊比方说你有多爱他，怎么样。你们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他知道他对你的感情，他也知道他自己对你的爱，以及你对他的这种情感，以及你对他的这种好感，我觉得他心里都非常的懂。而且呢，在这里我还看到这个人心里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你的，他很喜欢你，他因为喜欢所以才悲伤，他因为心动了所以才无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什么样子的心里话，其实是非常希望讲给你听，可是呢却没有说出口，或者是没有机会告诉你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的内心有怎样对你的语言，有怎样的一个内心独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有难言之隐啊，所以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人他的内心话，对你的内心话。第一张牌是 No， 逆位的。这张牌给我的感受就是一边口头上在拒绝，一边心里其实未必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呢，这个 No 里面带有很多的有热情，有激情，也有怒火啊。这个人我觉得他的状态是比较，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火元素，就是给人的感觉他当下不平静。在他的生活圈里，在他的世界里，有很多让他可能没有办法自主的一些东西。好，第二张牌是4号牌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我不想失去你。我觉得这真的是他的心里话。第3副牌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你，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在语言表达以及实际行动当中，让你看到的是他在逼你走或者是他希望你先离开，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是我不想失去你。 OK， You matter， 你对我而言是真的重要的，我真的是在乎你的他的心里觉得他自己是真的在乎你。其实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真的有觉得这个人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有三角关系的朋友。其实这个人当前呢，他的离开，他的内心其实有一部分的理由和原因是觉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而不是像他这种不能给你完整爱的这种状况的他。因为他心里对你是有喜欢的感情，而且呢，当下他又很悲伤，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会逼自己往后退，希望把这个好的位置留出来，让给你另外的那个伴侣，希望你能够真心得到幸福，他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拥有幸福。他知道你是一个很好很不错的人，他对你的评价也很高，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其实在这种两难当中也会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对，他也会有责怪自己的味道。所以说他心里也很想让你知道的是，对于他的内心而言，你其实很重要，而且呢，他有就是对你好的这种能量，而他对你好真正能为你做的反而是让自己后撤。
OK，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他想告诉你的是，你其实很重要，你其实在他的心里，他非常的在乎你，他在乎你的感受，在乎你的情绪，在乎你对他的评价，在乎你每一天是否过得开心，他在乎你是否能够得到真正完满的爱，这是他内心对你的真实情感，以及他内心真正想对你说的话哦。第三副牌的朋友，好。讲到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么最后呢，我们的解牌，我们要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啊，为大家抽得一个解药。这个解药呢是巫师之药。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和巫师给你怎样的解药和药方啊，让你能够，我觉得是脱离这样子的一种不开心的状态吧。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当下可能没有过得很开心。或者是说你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因为这个人的影响，你开始有一点患得患失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宇宙给你怎样的指引啊，来摆脱这种能量，来摆脱这样子的情绪，或者是说对于当下你这段关系的局面和状况，宇宙建议你怎么样去行动，怎么样去把握呢？我们来问宇宙，宇宙告诉我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指引跟建议是什么呢？好，我们这里是 Lodge 小屋子啊 ，Council， 这个就是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就是可以去询问啊一些老者、有智慧的人，或者是曾经在感情里有经历、有阅历的人，或者是一些曾经有过跟你类似经验的人。看看他们会怎么说，他们怎么样去从旁观者的角度帮你分析当下这段感情的局面。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在当下的状况里，你比较多的是情绪上被牵扯被他拉扯住，而不能够真正理性的看清楚当下局面和未来你应该怎样去把握它。所以说，宇宙希望你能够找一个你能信赖的朋友，或者甚至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啊，可以帮你分析一下，从过来人的角度帮你分析当下你究竟应该怎么样做。Lodge。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海螺，Calling，这张牌是召唤。这张牌很有感触的哦。这张牌我听到的讯息是说，宇宙其实呢对你啊，在你的内心，在你的，我觉得是内在，你的本我和高我这边是能够听到他们对你真正的召唤，以及你内心自己的声音对你的一种期待。有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目前的这个局面和状况，就是没有真正的去听从你的内心对你的一种指引。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真的很累，我想走，但是呢，你又觉得不舍得、不甘心，对吧？有的时候呢，也许你内心听到的召唤是说，要去真正的把那些曾经的小细节，那些你忽略或者是被他轻描淡写拉过去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重新再理性的分析。也许在过去相处跟交往的过程里面，在他的只言碎语，或者是在他的细节里面，你能够知道，或者是能够了解到一些事情，那把当下的局面和过去的那些连接起来，你就能够分析出究竟他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也许是瞒着你的，或者是他有怎样的一些能量，也许是不愿意跟你分享的，多多少少也许你内心也知道，只是你不太愿意去承认，或者你不希望他们是真的有所以说有些朋友我听到就说，要么宇宙说你实在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理性的分析，你可以去找过来人你的就是有比方说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曾经可能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帮你分析，给你一些建议。要么呢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空的地方，让自己真正的沉静下来，你内心对你的召唤，你内心对你的指引，其实就是最好的导师，就是当前你把握这段关系最好的良师和益友有的时候呢，真正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人，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人，往往
其实是我们自己啊，不是外界。好，我们来听你的守护动物啊，我们这里的灵性动物给你的建议啊，关于未来你的行动有怎样的建议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美丽的白鸽。你的灵性动物在告诉你啊，当下的这个局面呢，其实是需要和解的。如果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在当下跟他闹得很僵，或者是说你们因为之前发生的事情有发生吵架比方说冷战或者是一切不愉快的种种宇宙希望你能够去放下他们，让他们走，释放掉这些负能量，释放掉这些矛盾至少在你的心里要能够释放掉他们，让自己的内心不被这些所谓的不好的负面的能量所捆绑，或者是让你觉得很难熬。当下呢是一个去和解的好时间，我们要首先跟自己和解，放过自己，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跟这个人再一次的沟通，无论是获得更多我们看到天使让你获得的这个讯息，还是说未来沟通我们做一个比较平和的我们所谓的结束对于两个人都是好的。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关于你跟他，我觉得这段关系里是存在一些业力关系和业力捆绑的。如果说这些业力的能量能够在今生通过双方的一种比较和平的和善的方式去解决的话，那么对于你们接下来的好的业力，我们所谓的 good karma 接下来好的能量一定是会有加持的。当我们能够和解所谓的业力，当我们能够跟业力做一个结束的话，那么我们将能够在接下来的生活里吸引更多的好的能量，吸引更多助我们的助缘善缘和助缘，这样子呢，对于你对于他来讲都是好事情，对吧？所以说你的守护动物给你的讯息就是用和平的白鸽去迎接这个真正的未来和平的去解决，和平的去面对，还有和平的去处理这段关系。好，最后一个讯息，你的守护动物要给你的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金鱼金鱼之灵，他说请你去信任伟大的神奇The Great Mystery。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一个比较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肉眼我们耳朵能听到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呢，尽管是两个相爱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另外一个人他的内心的想法，他心里的情绪，他接下来的一个行为，因为对方是他自己的一个完整宇宙，正如你自己也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我们尽量的希望能够跟对方去连接，去了解他，但是呢，我们的这种了解是有局限性的。当下呢，宇宙希望你能够信任的是，有些事情可能还没有到真正揭晓的时候，有些信息呢还没有到达真正完全被揭发的或者是揭露的一种时刻。而当下宇宙希望你能够去真正把握的是，不要去抓住那你不能控制的或者是没办法控制的未来。宇宙希望你能够相信宇宙为你安排的一切，宇宙为你的指引以及宇宙对你的爱，去相信这伟大的神奇，去相信和信任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好好疼爱，值得100分的爱。让这些所谓的不理解、困惑和迷茫放到宇宙那边，让宇宙为你就是承担这些事情。而当下的你最重要的是做好疗愈，做好我觉得是爱自己这样子的功课。那么接下来的更多的信息，接下来的这个宇宙为你的安排将会慢慢的揭晓。而宇宙在65号牌这里伟大的神奇其实我已经能够感觉得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坏事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坏事的背后也许是一个好事之前的它所谓的一种
遮挡，或者是你需要历经这样子的一个坎，历经这样子的一个劫，才能真正的去来到这个我们所谓宇宙为你安排的这个美好。把这个东西呢当做一种考验，或者是把它做成怎么讲，就是你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就好了。如果真的就是业力的话，学习它放过它，放过自己，让自己能够和解这样子的一段业力，并且呢，我相信在和解之后，宇宙已经为你安排了真正的为你好的适合你的对方这个是 Great Mystery， 这个是伟大的金鱼想告诉你的一个指引。虽然没有明确的告诉你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好消息，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美好和奇迹，但是呢，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期盼，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不要放弃希望，也不要去怎么讲，就是怀疑怀疑为什么自己有一点没有遇到真正的那个正缘怎样其实呢，有的时候宇宙给我们的安排真的是当下最适合我们自己的，是真正为我们好的。只要你去相信，去回应自己内心给你的召唤，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好好的爱自己，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所看，他会来找你们他会联系你吗？以及如果会是什么时候的所有讯息和内容。那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到你，也希望未来呢你可以越来越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